大学毕业后，我谈了个千金大小姐，不管是身上穿的还是手里提的，随便拿出来一件，我打工10年都买不起。可她却没有像别的白富美那样摆烂，一个月30天有29天都在加班。我看在眼里，每天下班后也干起了送外卖的兼职。直到那天情人节，我拿着外卖敲开酒店的门，却看见本该加班的她，依偎着一个裹着浴袍男人出现在我面前。别误会了，宝宝，这是我哥哥啊，他这几天来这里玩。对啊，赶紧叫哥吧，叫的满意我就给你打点小费。顾家大少爷什么时候成我女朋友的哥了？我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给顾家家主发去了消息。知道你儿子不是你的血脉吗？这条消息发出去不到半小时，顾家司机就敲开了我的门，一路疾驰将我带到了顾家老宅。给我个解释，字面意思。穆寒昭，一个送外卖的，敢跑到顾家来造我的谣，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嫉妒我！顾董，您别信他，他这人平时就爱撒谎，肯定是看我和顾少祖不近，故意编造这种瞎话来报复我。别误会了，宝宝，这是我哥哥啊，他这几天来这里玩。对啊，赶紧叫哥吧。苏妖静说了，他和顾衍辰是兄妹，顾衍辰也承认是他哥哥。爸，您听我解释，这就是朋友之间开玩笑，绝对是闹着玩的。对，顾董，我没有哥，我们就是随便喊喊的。顾晴昌生性多疑，此刻这份沉默比怒火更让人胆寒。爸，你不会真信了这小子的鬼话吧？我可是你亲生儿子啊！哥，你急什么呀？从小到大，你考试回回倒数第一，打架从来打不过别人。爸交给你打理的生意，你接手一个赔底掉一个，你哪有一星半点像咱爸的影子？现在人家怀疑你不是顾家的血脉，不是挺正常的吗？顾之一，你胡说八道，少在这血口喷人！为了争家产，你连这种脏水都往亲哥身上泼，我看你是疯了！去，把当年的出生档案调过来。另外，去把当年负责接生和主治的医生、护士全都给我带过来。是。这就是当年的主治医师和护士长，他们2人显然是在睡梦中被强行拽上车的。顾董，您找我们？这每一项都严丝合缝，没有任何涂改和造假的痕迹。你们2个，当年有没有可能发生过婴儿抱错或者被人偷偷调换血脉的事？顾董明鉴，您当年包下了整层 VIP 病房，而且顾少爷一出生就带着您亲自定制的金锁，绝对不可能被人调换。我拿全家老小的命担保。对，当时是我亲手洗干净交到顾夫人怀里的，绝对没有换过人。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啊！看清楚了吗？所有的记录都干干净净，一切正常。我以后你就会瞎编乱造，一段破视频也想动摇我顾家大少爷的位置？爸，我早就说了，我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穷光蛋就是个敲诈勒索的骗子，让保镖把他赶出去。哥，你这么激动干嘛？档案没问题，医生护士也没问题，这只能证明那个从产房里抱出来的孩子确实是咱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个，可这也不代表没问题啊。顾之一，我撕了你的嘴！够了，档案没问题。那你告诉我，你和周明远现在还有没有联系？20年前的事，你现在翻出来干什么？顾清桑，你发什么疯？妈，这是谁？就是个普通同学，碰巧遇见，一起喝杯咖啡而已。普通同学啊？妈，你这普通同学面子够大的，让你瞒着我爸，连司机都不带，特意挑了个工作日的下午跑出去厮混。顾之一，你给我闭嘴！
长辈的事轮不到你来插嘴。哟，哥，你仔细看看，不觉得这人跟你长得挺像的吗？那个人的肩膀宽度、后脑勺的弧度，甚至侧脸那隐约可见的下颌线，简直跟顾应辰如出一辙。这哪里像啊！顾之意，你为了抢家产也不能瞎说啊！妈，你快和他们解释啊！住嘴！你到底想怎么样？不就是当年谈过一场恋爱吗？我都嫁给你20多年了，你还要揪着20年前的旧事不放，你是不是有病？我问的是，现在还有没有联系？让鉴定中的人现在滚进来，立刻取样。不准叫他们进来！顾清苍，你今天要是敢做这个鉴定，我死给你看！妈，你别激动，先把刀放下。我本来就是爸的亲生儿子，这有什么好怕的？只是做个鉴定而已。查清楚，正好狠狠打这个骗子的脸。我愿意做。你给我闭嘴！根本不懂当年的事情。妈，我该不会真不是爸的儿子吧？拦住他！董事长，加急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假的，这是假的，我怎么可能不是顾家的人？周明远在哪儿？3年前他回国，我们见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真的没有了。都是你的错！如果不是你发那条消息，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发那条消息之前，你母亲本来就有出格的行为，不是吗？陆汉州，走吧，别看了，我们快点离开这儿。走。你跟他搂在一起拍视频，说他是你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走？这场豪门闹剧我已经看够了。汉州，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我爱的还是你啊！分手。你爱跟谁跟谁，跟我没关系。说，20多年前，你究竟是怎么带着周明远的种混进我顾家的？26年前，我和周明远是恋人，我爸妈嫌弃他毫无背景，是个穷酸小子，他们动用家族势力强行拆散了我们。后来顾家要联姻，我被逼着嫁给你。可就在结婚后1个月，我突然发现，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不敢说，我真的不敢说，打掉我又舍不得，我就想着，反正你整天忙集团的生意，根本不怎么回家，以后就当是顾家的孩子养着。所以，你嫁给我根本不是为了联姻，就只是想找个人替你抚养周明远的孩子，对不对？爸，既然真相大白了，那顾家家产的事儿，是不是该重新分一分？顾之意，顾之意，你别信口雌黄！我姓顾，我是顾家长子，你休想独吞！你连血脉都是假的，还惦记着顾家的钱。行了，从明天起，
取消顾彦仓在集团旗下娱乐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全面剔除管理层。财务每个月按最低标准给他打点基本生活费，饿不死就行。爸，不要，你不能这么对我。至于你，明天天亮之前，马上收拾东西搬出顾家老宅，去另一处房子待着。没有我的允许，这辈子别想再踏进顾家大门半步。顾秦苍的动作还真够快的，雷厉风行，不愧是千亿帝国的掌舵人。妈！哥，走吧，我送你。即日起，顾彦辰先生因个人原因，正式辞去集团旗下娱乐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不再担任集团内任何管理岗位。同时，由顾之意女士正式接任集团副总裁，全面接管核心业务。顾彦辰被踢出管理层，他不是太子阁吗？顾夫人昨晚搬出老宅了，继承人之战，大少爷落败。大家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但慑于顾亲王的狠辣手段，没人敢深挖这背后的隐情。昨晚顾之意亲自开车，把顾彦辰送到了他名下的一套房子里。不仅没落井下石，他还故意留了一手，并没有收走顾彦辰手里的钥匙。你们猜顾老爷子知道后是什么反应不？求后续。据说顾之意回去向顾晴阳汇报时，顾老爷子听完后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算是默许了女儿这种留一线的做法。顾之意这个女人够聪明，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既立了威，又在老爷子面前展现了气度。一场大戏彻底落幕，贾少爷扫地出门，真千金大权在握。至于苏烟静，现在估计正躲在哪个角落里，把场子都会请了吧。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整整500万。穆先生，这是顾董吩咐打给您的款项，作为补偿和感谢。500万，对于顾倾城那种千亿级别的豪门掌舵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顿饭的钱，但对我这个底层打工人来说，这是我不吃不喝干上整整10年夜班都攒不到的天文数字。换做以前那个清高又愚蠢的我，或许会觉得这钱烫手，甚至为了所谓的自尊心原路返回。我只觉得这是我应得的。胡辣汤来喽，小伙子，你的趁热吃啊！谢谢老板。
顾家这场大地震虽然已经一锤定音，圈内人畏惧顾清白的手段，无人敢在明面上妄议，但私底下的暗楼却从未停止。我是顾氏集团的员工，我有一条内幕消息，刚刚走马上任的顾副总顾之义，上午刚进办公室就签发了一份注资协议。顾之义，他不是才接手公司吗？动作这么快，给谁投注资金了？叫什么星辉科技，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不知道顾副总为什么会看上他，直接以顾氏旗下子公司合作项目的名义给星辉打了一笔救命钱，直接保住了他的命脉。周明远，顾夫人当年那个初恋情人。顾之义这一手玩的确实漂亮，表面上是正常商业合作，实际上是在帮顾家偿还那段孽缘的余温，顺便用这笔钱把周明远彻底封口。豪门手段果然滴水不漏。顾之义在公司大展拳脚，那顾燕晨呢？他被赶出顾家后，又在做什么呢？快看，这是顾燕晨昨晚喝的烂醉，不小心错发到群里的，我眼疾手快截的图。真是稀奇，顾大少爷竟然会主动放下架子，破案了，肯定是顾大少斗输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顾燕晨那份万念俱灰的绝望。从云端跌落泥潭，他现在恐怕连发疯的力气都没有了。顾家的闹剧彻底结束了。我的人生也该翻篇了。这次攒够了底气，也想通了前路，我终于不用再困在昼夜颠倒的兼职里，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做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了。店长，我要辞职。是，明白，我们一定配合，感谢关照。慕寒舟，你最近是不是经历了很多事？想来是顾家的风波已经业内消息传开了，对旁人而言是惊天豪门大喜，对我而言不过是翻篇的过往。这些虚名与波澜早已和我的生活无关。没干什么，就是不干了，结工资吧。好，结，马上结。韩舟，这是你这个月的全勤，还有2000块钱，算是咱们店里给你发的遣散补贴，你拿好。多谢。这一刻，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苏咬静的背叛，顾燕晨的嚣张，顾家的豪门恩怨，连同这段日夜颠倒的打工生活，全都被我留在了昨天。接下来的3个月，我的生活按下了急速运转的快进键。我没有去肆意挥霍顾老爷子给的那500万，也没有买豪车名表装阔。我找了中介，跑遍了半个城市。穆先生，这地方足200平，虽然不在市中心，但周边都是老居民区，烟火气足，租金也合适。而且之前是开饭馆的，基础装修都在，改就能用。最终，我在老城区盘下了一间200平米的2层沿街商铺。之后，
我亲自盯装修进度，从地砖的防滑程度到后厨排烟管道的走向，每一处都亲自把关。我跑遍了市里的生鲜失败市场，打通了最优质的食材进货渠道。我甚至每天熬夜研究菜谱，一锅高汤我能反复试验，熬沸10几锅，直到味道完全达到我的标准。每天收工回到出租屋，我累得倒头就睡。曾经被那个拜金前女友带来的阴霾早已散去，那种脚踏实地的充实感，是以前在底层摸爬滚打时从未体会过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一早正式开业。明天才开业，那今晚这第一桌就不打算接了？顾之意，进来吧。想吃什么？一碗面，再拿瓶冰镇酸梅汤。慢用。我没跟他叙旧。也没问他堂堂千亿集团实际掌权人，为什么大半夜跑到老城区这种街边小店来吃面。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我爸让我转告你，什么时候想去顾氏上班，随时都可以，位置随你挑。顾庆昌的作风我清楚，500万是信息费和补偿，而现在这个承诺，才是他对我处理那场豪门闹剧时的认可。帮我谢谢他。不用了，现在这店挺好的。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从今天开始，顾家人将彻底从我的生活里剔除。明天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日子。潭州小馆今日开业，欢迎各位街坊邻居光临，多多支持。小穆，开业大吉呀！谢谢阿姨，改天请您尝尝我的手艺。穆老板，生意兴隆，以后这条街就热闹了。全靠街坊们捧场。哇，新店开业，价格会便宜吗？有，开业前3天学生半价。2位的招牌牛肉面慢用。不好意思，推销人员不能进去。我不是推销，我找人，让我进去看一眼。我真的跟你们老板认识，我韩舟，真的是你，我找了你好久。我把以前的朋友都问遍了，没人知道你在哪。我每天都在后悔，那时候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对不起你，可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哎，这女的不是苏小静吗？苏小静？谁啊？你忘了？顾家那事儿闹得最大的时候，有人扒出来，顾燕晨身边还有个女的，就是她。哦，有印象了。可我记得网上说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怎么沦落到发传单了？估计是攀高枝没攀成，两头落空了。韩舟，能不能单独聊聊？就5分钟。进来。
从顾家回来的第2天，我就被公司辞退了。本来我是想去别的地方发展的，可我舍不得你，韩舟，我是真的爱你。爱我？情人节那天晚上，你靠在顾燕晨身边，跟我说顾燕晨是你哥。现在你又说你爱我，那么请你告诉我，那个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说完了就走吧，店里还要营业。韩舟，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忙人居然真的来了，太给我这个班长面子了吧？韩舟，好久不见，你那餐馆叫什么来着？韩舟小馆。改天我带公司的人去捧场。哎，听说顾氏集团的顾总都经常赏光，味道肯定不错。我们公司团建想去你那儿。韩舟，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但我必须跟你郑重道个歉。我不求你原谅，只求你别再记恨我。道歉我收下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放下了。我偷偷跟你说件事，你一定要当心顾燕晨。他又想做什么？前几天喝醉酒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了。他说当初如果不是你戳破顾家的事，他根本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还说他会要你好看。顾燕哲虽然被赶出顾家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之，你还是要小心点。顾燕晨，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怎么找到的？妖精，当然是跟着你来的。顾寒舟，你毁了我的人生，还想自己独善其身？怎么，顾大少爷，你还想在这儿动手？我随时可以帮你报警。顾哥查到了，那小子开的店在老城区，地方比较偏，所以查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哥，什么时候动手？现在。杭州小馆，穆寒舟，今晚之后，你这块牌子就该摘了，给我砸！顾燕晨，你又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穆寒舟，你不是很清楚？姓穆的，昨天让你侥幸逃了一劫，今晚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动手，一个地方都别放过！我看谁敢！顾之玉，你怎么在这儿？顾燕城，你不好好过日子，跑到别人店里来闹事。这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没关系。顾之，你给我让开！在老爸的支持下，这家店已经成了顾氏集团商务宴请的合作单位。你要砸这家店，准备怎么跟老爸交代？给你2个选择：第一，带着你这几个朋友马上离开，今晚的事我不追究；第二，我报警。还是说你想让我把今晚的事原原版版汇报给爸？顾之一，我是你哥。我知道，所以你也不想这件事再传到。走。上次跟你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不用考虑了，现在这店挺好的。好，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来顾氏集团啊。我留了2个安保在街口，今后不会再有人来闹事了。穆寒舟，事情还没完。
木哥，今天又退了6桌，有个公司团餐30多个人，看了网上的帖子直接取消了。这些截图一看就是拼接的。我们什么时候用过这个牌子的食用油？把开业以来所有的食材检验报告、生鲜进货单全部找出来，后厨监控录像，24小时的全部备份。木哥，要不先花点钱找平台删下帖？隔壁那条街的火锅店上次也是被黑，花了2万就摆平了。不删，一条都不删。去找小张，让他把这些天所有匿名账号发布的造谣内容全部截图保存。是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有人在本地论坛和短视频平台散布我店里使用劣质食材的帖子，配的是拼接的假截图。我已经让人把所有造谣内容截图保存了，食材检疫报告、进货单这些原始单据也一直都有存档。我自己走法律程序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平台帖子继续挂着，每天都有团餐取消订单。你是想让顾氏的法务团队对接各大平台，把证据提交上去？对，麻烦顾小姐了。截图、IP 记录、进一报告、检疫报全部发过来。有个餐馆被人批量造谣，证据已经齐了，你联系本地所有平台的法务对接一下。顾总，这些匿名账号的发帖 IP 指向同一个人，要追究吗？先把平台的事情处理完，追究的事儿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吧。老铁们，市场监管局亲自上门检查了，结果咱们拭目以待。这是开业以来所有批次的检疫报告和进货单据，后厨监控录像24小时运行，随时可以调取。经现场抽检，杭州小馆后厨冷藏食材以及消防设施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老铁们，这家店没毛病，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了。全被下架了，一条都没剩下。经相关人员现场检验，杭州小馆全部达标。网上留言确习不实。杭州小馆诚信经营，良心商家，这分量这味道，绝了！帮我带句话给顾彦成：捏造虚假信息，损毁商家商誉，商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索要名誉损失赔偿。一旦立案，会留下终身违法记录。告诉他，这次我不追究，但他那些匿名账号的 IP 记录、发帖截图我都留着。如果还有下次，会直接送到法院。木哥，不好了！老周刚来电话，说明天不能送货了。他说有人上门威胁他，老周胆小，不敢冒这个险。知道了，我把备用供货商的联系方式找出来。备用？开店初期，我同步对接了3家成交的生鲜基地，除了老周，其他那2家的联系方式。你现在联系第1家，让他们连夜调配足量新鲜食材。如果第1家运力不够，马上联系第2家。我这就去联系。听说你的供货商临时断了，顾氏合作的3家生鲜基地渠道全部共享给你，联系方式按你邮箱了。穆老板，这是我们基地最好的批次，顾总特意交代的，替我谢谢他。杭州小馆今天来拿货了吗？杭州小馆，人家现在不用在这儿拿货了，听说签了成交的大基地，直接冷链配送，比我们这儿还便宜。老周被你吓得不轻，但他只是个小批发商，靠这行吃饭，你拿他的生计威胁他，能换来什么？你断了我的货，我的店今天照样开门。
但你有没有想过，老周被你断了这条路，他一家老小怎么办？顾彦辰，看在顾总的面子上，这次可以不跟你计较，但奉劝你一句，我做生意靠的是诚信和口碑，你靠胁迫别人断生生路，不管做什么都走不远。你说你能把顾氏和杭州小的合作项目抢过来？怎么说我在顾家待了20年，虽然项目上没什么成绩，但公司的流程我比谁都熟。穆杭州是他的人，顾之意把集团团餐定点在那家小店就是徇私。这么一看，他并不适合担任公司的副总。你想怎么操作？你在董事会上发难，拿门店规模、食品安全资质做文章，要求更换合作商，只项目从穆杭州手里拿着，那后续事成之后分你一笔酬劳。好，明天董事会你等我消息。顾总，我有个议题想提请董事会讨论。杭州小罐规模小，不适合承接公司商务宴请的项目。我提议重新评估这家店的合作资格，将团餐项目转交给集团旗下酒楼运营。我这里有份评估报告，详细证明杭州小馆的资质缺陷。不用念了，你要的资质材料我这里都有。不管是过去3个月的全部合作流水，还是近期抽检的达标报告，你刚才说的资质缺陷，具体指哪项？顾之意，你这是徇私！杭州小馆够了。杭州小馆承接集团餐饮合作是我拍板定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拿出比他更好的资质、更实的口碑、更干净的账目。但如果是拿规模小当借口，背地里搞利益输送，那就不是提意见，是找死。既然说到资质，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关于在座某位董事旗下酒楼的实际经营状况。过去2年，卫生部达标记录一共6次，生鲜采购账目和实际入货数量对不上，集团拨付的餐饮预算有3笔转入同一家空壳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是在座某位董事的妻弟。你造谣！是不是造谣？等审计结果出来就知道了。你这是够了！集团旗下酒楼的餐饮业务从今天起全面整顿，刚才提到的那几家酒楼暂停营业资质，配合内部审计。散会。会开完了，项目的事怎么说？你什么时候兑现你的诺言？酬劳？你还想要酬劳？项目黄了，酒店被查了，你还想要酬劳？我让你拿门店规模做文章，没让你自己去搞什么空壳公司。你自己账目不清不楚，被顾之意查了个底朝天，反倒怪到我头上。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恨穆杭州，恨顾之意，恨所有人。不过想借我的手报复穆杭州罢了。一个被顾家散地出门的假少爷，还真以为自己是当年的顾家大少了，也配跟我谈合作？你怎么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顾彦辰，你的身世我们早就知道了。什么？你们知道？本以为你在顾家长大，知道一些内幕，能扳倒顾之意，没想到你比他差远了。亏我当真以为你值得合作。原来这老家伙一直在利用我。我恨顾之意，可他从来没利用过我，只是在每次我犯错时站在对面，用证据和规矩让我无话可说。我以为这老家伙值得合作，却没想到我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利用的工具。我真是太蠢了。
慕寒舟，我是来道歉的。你道歉？之前在本地论坛和短视频平台散布后厨使用劣质食材的帖子，是我注册小号发的。老周断了你的货，是我上门威胁的。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但我知道我应该道歉。真没想到你会道歉。我从小到大活在豪门光环里，没了顾家我什么都不是，连自己养活自己都做不到。我不甘心，所以我就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你身上。其实从头到尾你从来没主动害过我，是我自己不肯认。你能原谅我吗？人都会犯错，就像杯子会脏一样，擦干净，改掉它，执迷不悟才是绝境。你今天能站在这儿把这些话说出来就够了。等等，没吃饭吧？趁热吃。有手有脚，踏实找份工作，能养活自己，比什么都强。